公司聚餐，每个人都有点菜的权利。轮到我时，新来的实习生李泽却一把夺过菜单。菜齐了，不用点了。我没理他，转头对服务员说：“我要一道雪棉豆沙。”李泽却拿菜单狠狠砸在我脸上，怒气冲冲地瞪着我。我说不许点就不许点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我脸上被坚硬的菜单划出了一道红痕，火辣辣的疼，心里的火气也蹭蹭蹭往上窜。拿起菜单毫不客气地砸回他脸上，他立刻尖叫怒吼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妈是苏婉，公司最大的甲方，老总都得对我客气3分。你敢跟我动手？信不信我把你50万奖金取消，让整个行业封杀你？”我愣出了表情包。我亲姑姑苏婉母胎单身40年，我怎么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有个这么大的儿子？见我呆愣着不说话，李泽更加嚣张。怎么害怕了？像你这种靠脸蛋拿业绩的软饭男，让你参加聚会都怕污染空气，你也配点菜？靠脸蛋拿业绩？我起早贪黑做方案，一天8小时在工地上吃土，晒得我妈都不认识我。她竟然说我是靠脸蛋。我向后挪了下椅子，站起来直视她。李泽，嘴巴放尊重点，我靠实力拿业绩，我的能力有目共睹，你没资格说3道4。难怪一进屋就闻到一股臭味，原来是你满嘴喷粪。一屋子同事都低头暗笑，他们早就受够李泽的目中无人。他进公司实习这1个月，把每一个同事都当成仆人指使。新员工李威拒绝给他接咖啡，他就把满满一杯咖啡从李威头顶浇了下去。李威头皮被烫出个泡，他非但不道歉，还扬言威胁李威：“你敢让我给你道歉，我就让你滚出公司！”最后还是公司给报销了医药费。我当时就想路见不平，可被同事们拦住了。我还纳闷同事们怎么敢怒不敢言，原来是被他这个苏婉儿子的头衔给震慑住了。李泽气得脸色涨红，指着我鼻子叫嚣：“顾言，你不用跟我逞口舌之快，公司没有我妈的支持就得破产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聚餐我就说了算，我说不让你点菜你就不能点。”哼，你算什么玩意儿，也敢跟我猖狂？你敢点1道菜，我明天就让你滚蛋！服务员一听这话，为难地看着我：“先生，这菜还点吗？”点。我一笔项目给公司创收上千万，1道菜我还没资格点了。都嚷嚷什么呢？老总陆明远推门进来，脸色阴沉：“公司聚餐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，怎么回事？”李泽不给任何人机会，委屈着一张脸歪曲了整个事实。他红着眼眶，声音带着刻意装出来的哽咽，对着陆总哭诉：“陆总，您可算来了！顾言他故意找茬，聚餐非要多点菜。我说公司要节约，他不听也就算了，还动手拿菜单砸我脸，骂我多管闲事，甚至扬言要把我赶出公司。我只是想为公司节省开销，没想到他这么蛮横不讲理。”没等我解释，陆总冷厉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：“顾言，你也是入职1年老员工了，不知道勤俭节约是公司宗旨吗？李泽这么做也是为公司考虑，1道菜不吃能馋死你吗？你动手打人就更不对了。你现在立刻向李泽道歉，并赔偿1万块精神损失费，这事儿就算了结。”我简直是气笑了，直直看向他：“陆总，你确定让我道歉赔偿吗？”陆明远脸色晦暗不明，李威赶紧扯着我的衣角：“严哥，你别硬磕，李泽是苏婉的儿子，你惹不起。这次跟盛虹的合作，陆总还指望李泽给谈下来呢。”他说自己妈妈是苏婉，你们就信？他带着户口本来入职的。李威拿出手机，点开李泽的社交账号，千真万确，入职那天是苏总亲自送他来的。我看着照片里的人，差点惊掉下巴。我那美丽不可方物的姑姑，一身飒爽站在豪车前，旁边站着的那个，竟然真的是李泽。李泽还配了一条文案：“感谢妈妈百忙之中来送我实习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”我立刻给我姑姑打电话，听筒传来机械的关机提示音，冰冷的女声一遍遍重复，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。我握着手机僵在原地，指尖微微发颤。不是没想过他忙，可偏偏是在这种节骨眼上失联，连一句求证的机会都不给我。李泽把我的慌乱尽收眼底，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。怎么打不通？他抱着胳膊，语气嚣张到刺耳：“我妈是什么人物？日理万机，岂是你这种小人物说联系就联系的？顾言，我看你还真的是嘴硬。”我压下心头的烦躁，抬眼冷冷盯着他：“你少得意，她是不是你妈，不是你一张嘴说了算。”我说了算！李泽猛地提高音量，引得整间包厢的目光都聚过来。全公司谁不知道我是苏婉的儿子？陆总都得让我3分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质疑我？他转向陆明远，瞬间换上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，眼眶泛红，声音发颤：“陆总，您都看见了，他不仅点菜浪费公司钱，还动手打人，现在还污蔑我身份造假，根本不把公司放在眼里。这种人不处罚，以后谁还遵守公司规矩？”陆明远脸色本就阴沉，被他这么一挑，更是沉得能滴出水来。他压根没看我，
也没问一句真相，直接把所有错都算在我头上。顾言，我再问你一遍，道不道歉？我挺直脊背，没有半分退让。我没做错，为什么要道歉？菜是公司聚餐，人人有权点。他先拿菜单砸我，我只是还手。节约也不是他欺压同事的理由。你还敢顶嘴？陆明远猛地一拍桌子，碗筷都震得轻响。李泽是咱们公司的新人，公司未来全得靠他。你为了一道菜顶撞他，动手打他，眼里还有没有上下级？新人就能随便打人，就能一手遮天。陆总，您不问青红皂白就偏听偏信，就因为他顶着苏婉儿子的名头，就可以颠倒黑白。放肆！我看你是业绩好了，翅膀硬了，不把公司放在眼里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欠，你道也得道，不道也得道。旁边的同事纷纷拉我，李薇急得快哭了，小声劝严哥，别硬扛了，先服个软儿。真闹僵了，吃亏的是你啊！另一个老同事也压低声音：小顾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苏家我们惹不起，陆总也是没办法。我看着他们一个个敢怒不敢言的样子，再看看李泽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心里又凉又涩。我起早贪黑跑项目谈客户，为公司挣下上千万利润，到头来却比不上一个冒牌少爷的一句空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甩开同事的手，声音清晰而坚定：我不道歉，绝不！我深吸一口气，甩开同事的手，声音清晰而坚定：我不道歉，绝不！几个字落下，包厢瞬间死寂。陆明远不敢置信地瞪着我，像是没料到我真敢硬到底。李泽则是一脸阴狠，咬牙切齿：顾言，你别后悔，我一定会让你为此付出代价。我从不为坚持公道后悔，倒是你，李泽，顶着别人的名头招摇撞骗，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你竟然敢！李泽气得伸手就要再冲上来，被陆明远厉声喝住：够了！陆明远指着门口对我冷声道：顾言，你现在出去反省清楚，什么时候想通道歉了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至于你的奖金，你的职位，等着公司处分。至于你的奖金，你的职位，等着公司处分。我没再争辩，冷冷扫过在场众人，转身大步走出包厢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里面的议论声隐约传来，全是同情、惋惜，还有李泽得意的叫嚣。我站在走廊尽头，再次点开姑姑的号码，依旧是关机。晚风从窗户吹进来，带着凉意，摸了摸脸上还在发疼的红痕，嘴角勾起一抹自嘲。没关系，他不接电话，真相也不会被埋没。这口气我咽不下，这笔账我早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到公司就被李泽堵在了茶水间门口。顾言，帮我泡杯咖啡，要现磨的，糖放3颗，奶半杯，少一滴都不行。顾言，帮我泡杯咖啡，要现磨的，糖放3颗，奶半杯，少一滴都不行。我脚步没停，径直走向饮水机，淡淡开口：我不是你的佣人，自己泡。李泽瞬间炸毛，上前一步拦住我，伸手就抢过我手里的杯子，狠狠砸在地上，哐当一声，玻璃杯碎成几片，热水溅到我的裤脚，烫得我皮肤发疼。你敢不听我的话？李泽趾高气扬：我妈是苏婉，整个公司都得听我的。你一个小小的销售经理，给我泡咖啡是你的荣幸。我弯腰想去捡碎片，李泽却故意用脚踩在我的手背上，用力碾了碾。顾言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公司的杂活你全包了。顾言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公司的杂活你全包了。李泽收回脚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打扫我的办公室，给我买早餐买下午茶，帮我整理所有文件，少一样我就让陆总扣你工资。我攥紧拳头，指节泛白，抬头盯着他。李泽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！李泽嗤笑一声，抬手拍了拍我的脸颊，力道越来越重。我就过分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有本事你去告诉陆总啊！你看他是信你还是信我？这时，几个同事路过茶水间，看到这一幕都吓得低下头，快步走开，没人敢上前帮忙。李泽见状更加嚣张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把我推到墙上。昨天聚餐你居然敢和我作对，今天我就先给你个教训。昨天聚餐你居然敢和我作对，今天我就先给你个教训。你等着，我不仅要抢你的奖金，还要让你在公司抬不起头。放开我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公司？李泽大笑，这公司都是我妈罩着的，我想撒野就撒野。陆总都得看我脸色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松开我的衣领，又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我后背撞在冰冷的墙壁上，一阵钝痛。现在去给我买早餐，要城阳那家网红三明治，再加一杯热拿铁，10分钟之内买回来，迟到1秒，你今天就别想好过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眼神冷得像冰。李泽见我不听，直接掏出手机拨通了陆明远的电话，开了免提。李泽见我不听，
直接掏出手机拨通了陆明远的电话，开了免提。陆总，顾言简直太嚣张了，我让他帮我买早餐，他都敢拒绝。电话那头立刻传来陆明远讨好的声音：“李少息怒，是我管教不严，我马上让顾言去办，保证让您满意。”挂了电话，李泽得意地看着我：“听到了，陆总都让你听我的，你还敢反抗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不想在这个时候把事情闹大，只能转身往外走。等等，李泽又叫住我，扔给我100块钱：“钱给你，剩下的不用找了。”我弯腰捡起钱，攥在手里，指尖几乎要嵌进掌心。李泽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我弯腰捡起钱，攥在手里，指尖几乎要嵌进掌心。李泽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记着，你也就只能记着了。有本事你报复我啊！我倒要看看你能翻起什么浪花。我没再说话，转身走出公司，一路走到城央，买了他要的早餐和咖啡。等我赶回公司，刚好10分钟。李泽却皱着眉，嫌弃地看着三明治。怎么这么凉？我要吃热的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他一把抢过咖啡，直接泼在我的衬衫上。这咖啡太苦了，难喝死了，重新买。温热的咖啡浸透衬衫，贴在皮肤上，又黏又难受。我胸口的怒火几乎要喷涌而出。李泽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就得寸进尺了。你今天不重新给我买，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取消和你们公司的合作。你今天不重新给我买，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取消和你们公司的合作。周围的同事都偷偷看过来，眼神里满是同情，却没人敢站出来帮我说一句话。李薇悄悄走过来，拉了拉我的胳膊，小声说：“严哥，你就忍一忍吧，别跟他硬碰硬，不然吃亏的是你。”我看着李薇担忧的脸，又看了看李泽嚣张的模样，最终还是压下火气，再次转身走出公司。等我重新买好早餐回来，李泽才勉为其难地收下，还不忘嘲讽我：“早这么听话不就好了，非要我给你点颜色看看。”我没理他，回到自己的工位，看着手背上的伤痕和衬衫上的咖啡渍，心里又冷又涩。我为公司拼死拼活，拿下一个又一个大单，却因为一个冒牌的甲方少爷被如此欺辱。我为公司拼死拼活，拿下一个又一个大单，却因为一个冒牌的甲方少爷被如此欺辱。而公司的领导不仅不主持公道，还助纣为虐。这一刻，我对这家公司彻底失望了。第二天表彰大会上，原本属于我的销冠和奖金50万，竟然换成了李泽。PPT 上的获奖感言上，甚至来不及换掉我的名字。这就是明晃晃的抢劫，胸口一股火窜了上来。我当即便发出质问：评定销冠的依据是什么？我这个月项目总销售额超过10个亿，为公司创收上千万，断层领先第2名500万利润额，而李泽一笔订单都没有。我请问各位领导，凭什么把我的销冠给李泽？会场顿时一片寂静，财务部长和销售总监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吭声。会场顿时一片寂静，财务部长和销售总监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吭声。李泽傲慢的眼神看向我：“当然是你这些项目来的不光彩，公司不可能纵容你这种低劣行为。现在只是取消你销冠资格，你如果再继续用这样龌龊手段毁坏公司声誉，那么等着你的将是开除。”我气到发抖，眼睛扫过主席台上所有领导，那些往日里夸我业务能力强，是可塑之才的领导，现在一个个都躲闪着我的眼神，低下头装孙子。我看向公司最高领导陆明远：“陆总，这也是你的想法吗？”陆明远被当众点名，显然很不高兴，不耐烦地皱眉：“顾言，公司有公司的考量，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影响表彰会，你要有大局观。顾言，公司有公司的考量，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影响表彰会，你要有大局观。”大局观？我眼眶红了，声音也跟着颤抖。您所说的大局观，就是我全年无休，每天加班到半夜12点，累死累活拿下来的项目，转手成了别人的成绩。因为他一句莫须有的谣言，抹杀我全部功劳而无动于衷。我请问，公平在哪里？公道又在哪里？你们这样对一个为公司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，就不觉得愧疚吗？陆总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李泽却毫无羞愧之色，看着我扬起下巴。公平？李泽却毫无羞愧之色，看着我扬起下巴。公平？顾言，别这么幼稚。这个社会，谁有权利，公平就在谁那儿。你想要公道，那就找一个有钱的妈妈来给你主持公道。可惜你没有。他毫不掩饰脸上的轻蔑，冷冷对我说：“而我，盛虹集团总裁苏婉儿子的身份，能压得你这辈子都无法翻身。”我盯着他，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，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姑姑是否真的背着全家搞出个私生子来。我忽然开口：“听说苏总有个侄子，他视如己出，不知李销冠你是否见过？”李泽表情僵了一下，随即不屑地瞥我一眼。那是我表哥，我当然见过。不过我表哥常年在国外，很少回国，连我都少见。像你这种平民就更别想了。
是吗？李销冠不怎么还抢人家的销冠和奖金呢？该不会是贾少爷吧？你胡说你！李泽脸色铁青，恶狠狠瞪着我。顾言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撤下你的销冠是因为你德不配位，而我是凭实力得的。就凭那实力，我向前一步，逼视着他。你指的是每天上班摸鱼打游戏，午休2小时，5点准时下班的实力，还是你对着电脑一整天只打出方案2字的 PPT 的实力，还是你对着电脑一整天只打出方案2字的 PPT 的实力？我语速不快，可每一个字都足以让他难堪。他张着嘴说不出话，求救的目光看向陆明远。陆明远脸上闪过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看着我沉了声音：顾言，注意言辞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菜市场，容不得你吆五喝六的。别以为曾经为公司拿下几个项目就无法无天了，优胜劣汰，你要接受被更优秀的人取代，不要无理取闹。所有目光齐齐看向我，都等着看我为这50万奖金跟公司撕破脸的笑话。50万、500万我都不放在眼里，我要的是一份公平。我没有愤怒，没有反驳，讽刺的笑了笑。好，我接受。我没有愤怒，没有反驳，讽刺的笑了笑。好，我接受。销冠确实应该留给更优秀的人。刚回到工位上，人力便发了2条任免消息，员工顾言利用公款大吃大喝，已经严重违反公司制度，故免去顾言销售经理职务，停职反省。实习生李泽勇于维护公司利益，在实习期间表现优异，为公司创下巨大收益，现立刻转正，接任顾言销售经理职务，接手后续项目。紧接着，陆总在群里艾特我：顾言铺张浪费，无视公司制度，扣除本月奖金，手写1万字检讨书发群里，其他员工引以为戒，欺人太甚，剥夺我销冠资格，扣我奖金，把我树立成反面案例，推上万众瞩目的祭台。剥夺我销冠资格，扣我奖金，把我树立成反面案例，推上万众瞩目的祭台。用我的窝囊为他立威祭旗。群里顿时一片安静，连办公室都陷入了一片死寂，所有视线若有似无看向我，消息定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仿佛都等着我在群里屈辱的认错。陆总又在群里艾特我，看不见，我依然没有回复，那边像疯了一样执着的艾特我。李薇给我发来一条微信：严哥，别犟了，你就服个软，工作要紧。我冲他笑了笑，笑出了眼泪，发僵的手指点在手机上，颤抖着回复：收到领导，我一定谨记教训，绝不会再点一盘40元的菜大吃大喝铺张浪费。下次公司聚餐，我只喝水不吃菜。下次公司聚餐，我只喝水不吃菜。这看似认错的一条消息，像一滴水滴进热油锅，表明平静，实则却招注着一个员工对公司的失望。我直接注销公司所有软件登录权限，认真停职反省。陆总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把我赶去厕所旁一个工位，被迫承受每天来往的同事们或轻慢或怜悯的目光。李泽得意地坐在我的工位上，对部门员工颐指气使，可我的位置并不那么好做。之前每一个项目都是我亲力亲为，从设计到制作，每一处细节我都了解，可李泽一问三不知，几天下来10几个客户投诉，要求换我来跟进，否则就取消合作，公司将要面临高额赔偿金。10几个客户投诉，要求换我来跟进，否则就取消合作，公司将要面临高额赔偿金。陆总终于吃不消，他屈尊降贵来到我工位旁。顾言，这几个项目是你跟进的，现在技术上出了点问题，你去协调一下，务必达到甲方满意。我漫不经心抬起头，一脸迷茫状。陆总，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我停职反省了。他滞了一下，语气生硬。停职反省也要工作，公司规定一票到底，你的项目你就要负责到底。我摊摊手，可我已经将权限全部注销，没办法跟进。他表情僵住，双眼蕴含怒火。停职反省又不是辞退，你注销账户干嘛？现在马上重新申请。停职反省又不是辞退，你注销账户干嘛？现在马上重新申请。是陆总说的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我只是听领导的话而已。陆总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还是耐着性子。这样吧，现在恢复你工作，你马上联系客户，别让客户终止合作。陆总，这种事儿你不该去找更优秀的销冠吗？我一个靠脸蛋拿业绩的软饭男，可没这个本事。他脸色长成猪肝色，极力按耐着怒火。顾言，同事之间玩笑话你还当真了？我依然挂着笑，可那笑里却带着冰茶。那我销冠被取消，错失50万奖金也是玩笑。一盘40元的菜被判定为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也是玩笑。那我销冠被取消，错失50万奖金也是玩笑。一盘40元的菜被判定为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也是玩笑。这几个字眼像一个个巴掌，精准地打在他脸上。他脸色由红转白，变成青紫。他沉默不言。我知道他在跟自己做决斗，毕竟低头认错这种事不适合他这个大老板。
这时，李泽兴冲冲跑过来，陆总，盛虹同意注资了。陆总脸上立刻绽放出胜利的笑容。太好了，李泽，你就是公司复兴，有盛虹做后盾，那些客户得求着跟咱们合作。他转头朝我狠狠弯了一眼。顾言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就去办理手续。我平静的点点头。好，我要求公司按照规定给我补偿。我平静的点点头。好，我要求公司按照规定给我补偿。他气急败坏的嘶吼：还想要赔偿？你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，你等着公司要起诉吧。顾言，我会让全行业封杀你。好，我等着。我默默收拾东西，走出这个我奋战1年的公司。我把所有激情和智慧都用在这个公司上，不靠人脉资源，凭自己的能力让公司蒸蒸日上，却换来被辞退的下场。心像是在冰刀里滚了一圈，又冷又疼。同事们相继送我出来，说着一些安慰的话。李薇含着泪说：严哥，你这么优秀，到哪里都有作为。李泽的话你别放在心上，你肯定能找到新工作。李泽的话你别放在心上，你肯定能找到新工作。我笑笑不语。李泽，他还没那个本事。出了公司，我接到失联半个月姑姑的电话。妍妍，下周跟你们公司签合同，我要去非洲考察，不能到场了。姑姑，我辞职了。是工作遇到困难了，需不需要我出面？不用，我想回公司负责这个项目。挂了电话，我笑着勾了勾唇。别着急，好戏刚刚开场。我出现在签约仪式上，让前公司的人很吃惊，尤其是陆总和李泽，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刀锋。李泽不屑地看着我：你来干什么？你已经被开除了，无权参与签约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已经被开除了，无权参与签约。我用眼角瞥他一眼。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我就不能来吗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是盛虹甲方的人？他不耻一笑。顾言，开什么玩笑？盛虹集团老总是我妈，我用得着在这跟你废话吗？我就是甲方，完全可以代表我妈签约。大言不惭说自己是甲方。他的话一出口，顿时吸引无数道目光。原来他是苏总的儿子，难怪这么有气度。苏总的儿子也敢得罪，这人是不想在临阳混了吧？哪像苏总的儿子一表人才。李泽被众星捧月般站在中央，听着那些恭维奉承的话，已经飘飘欲仙。他看着我愈加笑得肆意，命令保安把这人给我撵出去，现在立刻马上进行签约。几个保安朝我走来，我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枚印章，举过头顶。李泽，没有这个你怎么签约？所有人都愣住，视线聚焦在我手上。那不是苏总专用的水晶印章吗？听说价值连城，除了苏总没给过别人，怎么会在他手上？我越过一脸惊呆的李泽，直接走到主席台上，拿起话筒。现在我宣布，盛虹集团取消与启程公司合作签约。陆总瞳孔猛地一缩，狠狠瞪着我。顾言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代表苏总？我看着他，淡淡的说：刚才不是告诉你们了吗？我是甲方。李泽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。顾言，你怎么会有我妈的印章？到底是谁？凭什么替我妈做决定？我定定看着他，一字一句：就凭她是我的亲姑姑。现场顿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，视线在我和李泽身上游移。他说苏总这是他姑姑，那跟苏总儿子应该是表兄弟，怎么可能相互不认识？他说苏总这是他姑姑，那跟苏总儿子应该是表兄弟，怎么可能相互不认识？肯定有一个是撒谎，来参加个签约会，还爆出真假少爷的戏码，这可有热闹看了。李泽脸色瞬间惨白，神色间晃过一股慌乱。不可能，他在说谎！我表哥一直在国外，他如果回来，我不可能不知道。你们别被他骗了，因为他好吃懒做不作为，我们公司把他辞退了。他这是打击报复，故意来搞破坏。他那个印章是假的，保安，快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可这一次，那几个保安没动。陆总立刻现身说法，力证李泽的身份。顾言肯定是假的。陆总立刻现身说法，力证李泽的身份。顾言肯定是假的，他在我们公司上班1年了。如果苏总是他姑姑，有盛虹那么大公司，他怎么可能甘愿给我打工？苏总嫂子顾家也是资产上百亿，他侄子是顾家唯一继承人，怎么会像他一样为着一点奖金斤斤计较？他就是农村来的土狗，这些人肯定是他请来的演员，你们别被他骗了，赶紧把他们都赶出去，别耽误了签约。没等我反驳，人群里有人发出了质疑。
如果苏总的侄子就是想体验生活，证明自己的实力呢？好多富二代不都是从基层做起的吗？李泽马上反驳：“我也是体验生活，但是我去陆总公司实习，是我妈妈亲自送我去的，就是怕我被哪个不长眼的欺负。我去陆总公司实习，是我妈妈亲自送我去的，就是怕我被哪个不长眼的欺负。他如果是我表哥，我妈妈怎么可能不陪着他去？”说着，他拿出手机给众人看那张照片。我姑姑是公众人物，自然很多人都认识她。看到照片，众人又都对李泽深信不疑了。我就说表兄弟怎么可能不相识？他果然是冒牌货。现在有些小伙子怎么这么不要脸，什么事儿都干，冒充人家侄子，还请了这么多演员，是想攀附个富家千金吧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公司之所以辞退他，是怕影响声誉。今天打扮得这么好看，不就是想趁机骗有钱女人吗？顾言，你要是还有一点羞耻心，赶紧滚蛋，不然别怪我跟你不客气。陆总马上站出来附和：“没错，客户投诉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。”说起这事儿，我都觉得臊得慌。顾言，我这里是正规公司，你也太无耻了。他们二人一唱一和，周围的议论愈发不堪入耳。小伙子看着挺正直的，怎么干这种事儿啊？我对他有印象，我们公司的项目就是他拿下的，很有手段，把我们女总监迷得晕头转向，主动让利3个点。长得确实挺帅，很会利用资源嘛。呸！说的好听，盛虹这么大的签约会，怎么允许这种人入场？来人！李泽得意地看着我，更加不屑。顾言，听见了吗？赶紧滚，别脏了盛虹的地板！像你这样的人，给我妈提鞋都不配，还敢冒充我表哥造假章！你再不走，我报警抓你！对，报警！这种人绝不能姑息，一定要让他尝尝牢饭的滋味。我真是要被他们的无耻给打败了。造我谣我还没报警，他倒是恶人先告状；造我谣我还没报警，他倒是恶人先告状。我甚至有点搞不明白了，他到底哪来的自信，不怕身份被拆穿？我面无表情看着李泽，语气森冷：“李泽，你确定要报警？”他看着我，露出轻蔑的笑容。害怕了？不报警也行，只要你跪下向我磕100个头，再公开承认冒充我表哥，我可以考虑不报警。但是你冒充我表哥，就是给我妈和盛虹集团抹黑，你必须赔偿我100万精神损失。我差点气笑了，直直看向他。李泽，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姑姑的儿子，可在场的都知道我姑姑至今单身，哪儿来的儿子？可在场的都知道我姑姑至今单身，哪儿来的儿子？我这句话像是打开了一道闸门，现场顿时就沸腾了。对呀，刚才只顾着看热闹了，咋忘了苏总未婚了呢？也兴许是隐婚生子，苏总向来低调，可能是不想丈夫和儿子被曝光。不可能，狗仔恨不能天天住苏家。苏总要是结婚生子，还这么大了，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透露出来？不会是私生子吧？生父肯定是上不得台面，才这么久都不被承认。李泽的脸色瞬间惨白，极力的解释：“才不是呢，我不是我妈的私生子，我就是我妈的儿子，你们别听他胡说！我不是我妈的私生子，我就是我妈的儿子，你们别听他胡说！”我笑了笑：“那你怎么证明你就是我姑姑的儿子？就凭那一张照片吗？还是说你知道我姑姑今天不能到场，就敢肆无忌惮地冒充他儿子，替你和你的苟且公司谋取利益？”他脸色越来越白，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一个音。众人的目光都变得疑惑。陆总紧张地看着他，质问道：“李泽，你到底是不是苏总的儿子？我让你约你妈妈很多次，你都以各种理由推甩掉。你刚才那些话全是骗我的，你根本不是苏总的儿子。你刚才那些话全是骗我的，你根本不是苏总的儿子。”李泽神色猛地一僵，慌乱地解释：“我当然是苏总的儿子，我妈妈确实很忙，最近她一直在非洲考察，所以没时间。陆总，我真没骗你。你们要是不信，我给你们看小时候的照片。”他又拿起手机向大家展示了几张照片，但都不是他和我姑姑的单独合影，而是几个人或者是一群人的合照。这是我和我妈去福利院捐赠时拍的照片，足以证明我是我妈的儿子了吧？苏总确实很热心福利事业，听说他资助了好多贫困生，很有爱心。这样看来，李公子确实是苏总的儿子了。听说他资助了好多贫困生，很有爱心。这样看来，李公子确实是苏总的儿子了。李泽朝我露出挑衅的笑容：“顾言，你斗不过我的，今天这合约我签定了。”等等，我看着他冷冷一笑：“
几张照片不能说明什么，叫监察来吧，让监察来看看你到底是真少爷还是假冒的。李泽脸上明显慌了，不准报警！为什么？你怕了？他眼里的慌张已经出卖了他，嘴巴还在强撑。这种高级场合报警会引来非议，为了盛虹股票着想，绝不能报警。我笑了，抓我就能报警，查你就不能。李泽，你以为法律是给你定的，抓我就能报警，查你就不能？李泽，你以为法律是给你定的？我拿起手机就要报警，他恼羞成怒，抬手朝我打来。顾言，你敢跟我作对，看我不教训你！我一把抓住他手臂，抡起胳膊，猛地扇了他一巴掌。李泽被打得转了一圈，懵在了原地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愤怒地瞪着我。顾言，我是苏婉的儿子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看你是活腻了！我怎么不记得我有儿子？大门再次被打开，一群保镖簇拥着一个高贵的女人款款走进来，正是我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姑姑苏婉。现场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目光都看向我姑姑。姑姑径直走到我身前，上下打量我一番。现场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目光都看向我姑姑。姑姑径直走到我身前，上下打量我一番。我的小王子，他没伤着你吧？若说刚才我还能理智地面对一切，在看到姑姑的那一刻，心里所有的委屈和酸楚一股脑地涌了上来，眼圈唰的一下就红了。姑姑眯起眼睛环顾四周，脸上现出狠厉。谁欺负我苏婉的侄子了？姑姑寒冷如冰的话穿透每个人的耳膜，那些曾经质疑我、嘲笑我，甚至是侮辱我的人，通通低下了头，不敢吭声。查监控，所有伤害我苏婉侄子的人都给我揪出来，哪怕是一个不干净的眼神都不能放过，我要他100倍偿还。哪怕是一个不干净的眼神都不能放过，我要他100倍偿还。这句话像是阎王爷下了生死令，吓得那些对我言语不敬的人浑身哆嗦，主动承认错误。苏总，我们不知道顾少爷是您的侄儿，我们都是听您儿子说他是假冒的，才口出不逊的。苏总息怒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对不起顾少爷，我们在不知情况下出言重伤了您，我愿意拿出100万赔偿金道歉，请您原谅。苏总，我们也是为了您儿子的颜面，才得罪了顾少爷。看在我们也是一片好心的份上，放过我们吧。看在我们也是一片好心的份上，放过我们吧。越来越多的人给我鞠躬道歉，他们不是真正认识到错误，而是威慑于苏家的权势。毕竟以苏家首富的实力，随便动动手指就能让这些所谓的豪门士族倾家荡产。姑姑的眼神瞄向李泽，李泽脸上冷汗横流，浑身都颤抖不止，他畏惧地缩着脖子，弱弱地叫了一声妈。姑姑眼里没有一丝温度，直直审视着他。李泽，我是不是说过不准跟我叫妈？你忘了那些人的下场？李泽猛地抬起头，脸上的血色瞬间退了个干净，慌忙摇头。不是的，妈，苏总，我只是太爱您了，我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只想好好做您的儿子。不是的，妈，苏总，我只是太爱您了，我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只想好好做您的儿子，真的。妈，求您别不要我，我听话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在公共场合叫您妈了。我不知道顾言就是表哥，我跟他道歉。妈，求您原谅我，别赶我走。他们之间的对话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无比，刚才那些畏惧的目光都快速地转换成好奇的八卦。姑姑皱着眉，眼底已漫起杀气。她从不屑于这种没有意义的解释，直接吩咐保镖带走，别让我再看到他。保镖过来抓人，李泽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。保镖过来抓人，李泽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。妈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！我是你从小养到大的儿子，你不能为了侄子就不要亲儿子了。妈，求求你别赶我走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跟您叫妈妈了。妈，你别不要我吧！天啊，这是什么惊天大卦？难道真的是苏总的私生子？就算是私生子，那也是流着苏家血脉的孩子。苏总连妈妈都不让叫，也太狠心了吧！私生子的亲爸肯定不受待见。可是这对孩子很不公平啊！孩子有什么错？又不能选择父母。苏总这么做太有失公德，不顾念亲情了。众说纷纭，我姑姑很快就被贴上了冷血无情的标签。众说纷纭，我姑姑很快就被贴上了冷血无情的标签。姑姑脸色铁青，却死咬着牙不肯解释。我走到李泽身前，俯身凝视他。李泽，收起你的戏码。我姑姑不解释，不代表我不知道你是我姑姑资助的儿童。
李泽的表情瞬间凝固，眼神从震惊到惶恐，最后到绝望。他声音抖成一团：“不，我不是。你原名李泽，和10几个孩子从小被我姑姑资助。小时候你们确实跟我姑姑叫妈妈，可后来你们长大了，有几个男孩子想做我姑姑那种干儿子，导致我姑姑婚姻不顺。我姑姑只好发声明，证明自己单身无子。那几个男孩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从此不准任何人叫她妈妈。我姑姑只好发声明，证明自己单身无子。那几个男孩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从此不准任何人叫她妈妈。可你，李泽，你一直装作单纯不谙世事，无助可怜。我姑姑可怜你，才写了那封推荐信。那天也是顺路带你去实习公司，你却拿来招摇撞骗。我是真的把苏总当妈妈的，我没说谎，妈。不，苏总，请您相信我，我是真的想做您的儿子。姑姑厌恶地瞪了他一眼，声音严肃：“如果不是妍妍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你顶着我苏婉儿子的头衔在外面这样耀武扬威。如果你真的弱小无助，我苏家不差你一口饭吃，我甚至愿意让你踩在肩膀上去实现你的梦想。我苏家不差你一口饭吃。”我甚至愿意让你踩在肩膀上去实现你的梦想。可是李浩，你既然敢欺负到我最疼爱的侄子身上，你的所作所为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名誉，我会起诉你，你等着律师函吧。李浩瘫坐在地上，全身无力的抽搐，哭着哀求：“苏总，我错了，我不想坐牢，您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还年轻，如果有了暗指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跟顾少爷道歉，求顾少爷大人大量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”我看着他，脸上无波无澜。李泽，别拿年轻给你的错误当挡箭牌。我看着他，脸上无波无澜。李泽，别拿年轻给你的错误当挡箭牌，错了就要付出代价，没背景没后台就可以被你随意欺负。当初夺我销冠、霸占我奖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吗？他猛地愣住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保镖将他拖走，我转头看向了陆明远。陆总，陆明远浑身猛地僵住，脸色一片灰败。他颤抖着声音说：“顾少爷，你看，这都是误会，我也是被那个李泽骗了。咱们毕竟共事1年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也是为了公司未来的发展。其实，我很赏识你的才能。”我看着他，笑了。其实，我很赏识你的才能。我看着他，笑了。赏识？就是取消我的销冠，把我50万奖金拱手让给别人，在全公司面前公开批判1道40元的菜成了我大吃大喝、铺张浪费的罪名。我死死盯着他，语气阴冷：“陆总，你的赏识可真廉价。”他脸上遍布汗水，张皇失措：“我那都是被李泽那个小人给蛊惑了，我其实不是真心想要为难你的。你知道，那时候我们都认为他是苏总的儿子，不敢得罪他。如果你那时候说你是苏总的侄子，他是假的，我肯定会把他赶出公司的。”我盯着他问：“我说了，你就会信吗？”我盯着他问：“我说了，你就会信吗？”他抽了抽唇角，没说出话来。陆总，我让你当着众人的面说清楚，我顾言到底配不配销冠之名，到底值不值拿50万奖金？他几乎立刻承认：“顾少爷在公司任职1年，非常优秀，销冠是实至名归。别说50万奖金，就是500万也不足以证明顾少爷的优秀。”他看着我，陪着笑脸：“顾言，事情也澄清了，我们都是受害者。反正现在你的辞职流程还没走完，就不算辞职。你继续回来上班，我给你销售总监的职位，销冠是你的。那50万奖金我立刻给你，你跟苏总说说，咱们把合同签了吧。那50万奖金我立刻给你，你跟苏总说说，咱们把合同签了吧。”他说着，把50万真的转给了我。我真要被他恶心吐了，都这种境地了，还想着跟盛虹的合作呢。我真好奇他这张脸皮是什么做的。我直逆着他问道：“陆总，你不会以为我是为了那50万耿耿于怀才取消和你的合作吧？”他怔了一下，没什么底气地说：“不是吗？”还没等我说话，我姑姑开口了：“当然不是。妍妍持有盛虹集团20%的股份，1年分红几个亿，顾家100亿财产都是他这个独子的。”陆明远脸色瞬间涨红，后悔的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，怎么就白白错失了财神爷？陆明远脸色瞬间涨红，后悔的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，怎么就白白错失了财神爷？我看着他，嘲讽的一笑：“陆总，当初我放弃去姑姑的公司，选择你们公司，目的是锻炼自己。我本可以实习期一过就回自家公司当老板，
可我舍不得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拓展出来的事业，我也不忍心丢下曾经视我为可塑之才的领导。可是陆总，李泽的事儿让我看清了你，看清了公司，你不配让我为你效力，更不配成为盛虹的合作伙伴。一个为了利益损害员工的企业，将永远被市场淘汰。还有，我当着他的面收了那50万。我不在乎奖金，这是我应得的。我不在乎奖金，这是我应得的。我要的是公平。说完，我看向姑姑，浅浅一笑。姑姑，该你了。姑姑冲我会心一笑，拿起电话，只说了一句：全面封杀启程，记住，我要片甲不留。陆明远还来不及咀嚼我姑姑话中的意思，电话接二连三响起。陆总，不好了 ，A 客户取消合作了。陆总 ，B 客户投诉，要求赔偿金1个亿。陆总，公司股票跌停了。陆明远僵在那里，脸色由白转青，再到黑，最后一片死灰。他喃喃自语：完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李浩顶着苏总儿子头衔在外面敛了不少不义之财，钱都被他挥霍了，因为诈骗罪被判了10年。他本该有个向阳的人生，却被他自己亲手毁了。我无心关注他们的自作孽不可活，我要开启新的篇章，迎接更广阔的未来。